朋友们，大家好，这就是我们老家3月中旬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到处灰蒙蒙的，那雾气你看遮住半山了啊。然后那前方有人在烧那个菊杆什么之类的，因为到春天了嘛，要耕种的时候了。大家看，我回来已经差不多1个月了啊，在我的记忆当中，这1个月几乎没有一天真正天晴的时候，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我们这里的冬天到春天这个时候的天气，真的是这样，到处灰蒙蒙的哦。好，等一下我就坐下来跟大家谈谈今天的话题。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专门针对马斯克他旗下企业特斯拉的暴力事件，打、砸、抢、烧，现在甚至出现了枪击。可能上个礼拜大家注意到这个消息了啊，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的波士顿呀、波特兰呀，还有纽约，都出现了针对这特斯拉的这种暴力活动，不是活动，而是暴力事件了啊。现在突然下雨了，等一下我就下去了啊，在室内继续讲。在美国，针对马斯克他旗下的特斯拉这种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自马斯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首席顾问以来，他可以说大刀阔斧的对美国原来的政治呢，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风暴啊，也可以说廉政风暴吧。特朗普呢新成立了这个效率部，对吧？政府效率部。马斯克用了那些90后啊、00后、20多岁的人来操作这个部门，所以呢，把整个原来民主党建立那一整套腐败的体系掀翻了，然后呢，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呢对他怨恨在心啊，因为呢，他们突然狗粮没有了，饭碗没有了，马斯克或者特朗普吧，把这个 USAID 美国国际发展署。把它很多东西，大部分的资金都砍掉了，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在这条线上吊着的人突然没有了狗粮，而这些人大多数应该是民主党的人，那些 NGO 对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他们这些人没有了狗粮，那他们肯定会反扑啊，疯狂的反扑。这就是这次这波可能发生在美国以及其他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专门针对马斯克他旗下的特斯拉的这种暴力事件的，这是一种被砍了狗粮之后呢，做出了一种反扑。而对这特斯拉它的暴力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针对特斯拉汽车本身。基础设施那肯定是充电桩，在美国就有人纵火焚烧了汽车，焚烧了那个充电桩。还有人呢，像特斯拉在美国的，比如说那种汽车经销商啊，他的商店用半自动枪支进行枪击。据《纽约时报》报道，就在上周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上周一，在波士顿的郊区的一个购物中心，7个特斯拉充电桩被人放火焚烧。周三，在波士顿的另一个郊区，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在6辆特斯拉的车上贴了当时特朗普总统宣布胜选的时候，马斯克上场发表感言，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呢，做了这样一个姿势，而这个呢，作为纳粹贴纸被贴到这特斯拉的车上。还是上周四，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家特斯拉汽车经销商的一名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被枪击了，所幸他没有生命危险，那个子弹是穿过了墙壁，然后呢，把里面的电脑显示器把它打坏了。警方推断那个枪手可能一共发了7枪。上周六，在美国纽约，而且是曼哈顿，也是在一家汽车经销商那里发生了数百人的抗议特斯拉的事件，当然是抗议马斯克了啊。这些抗议者啊堵住了汽车经销商的入口，当然就没法做生意了。这些示威者举着什么标语牌，上面写着寡头滚蛋，民主当道，或者我们没有投票给马斯克等等。而且最近几周在纽约也一样，这些特斯拉经销商啊，他们经常的面对这种抗议活动。前面提到，导致这种抗议活动啊，或者这种暴力事件专门针对特斯拉的，就是因为美国建立了这个什么政府效率部，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撤掉了很多人的狗粮，没有了，这些人疯狂了啊。前面咱们说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暴力事件，专门针对特斯拉的。
这不仅是在美国啊，比如说在欧洲的德国啊、法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在德国柏林附近也有一家特斯拉超级工厂，而这个工厂它的厂房就被多次纵火，比如说上周就又被纵火了，而且目前的警方正在侦查，没有侦破，还没有抓住嫌疑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去年某个时候，在德国这家特斯拉超级工厂也出现一起暴力事件，那是焚烧特斯拉工厂一个高压变电站，也就是供电高压变电站的这个电塔呢被烧了，导致特斯拉工厂损失惨重。因为好几天德国特斯拉超级工厂只能停工。朋友们，我想补充一点，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过去一段时间，特斯拉在德国销量严重下滑，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德国大选的时候，是今年2月13日大选，在大选之前啊，特斯拉老板马斯克鼎力支持德国所谓极右翼选择党，所以让德国很多左派非常的不高兴，甚至让德国总理出面了批评，所以导致了在德国有一些呢本来想买特斯拉电动车的人，现在他们说不买了，我就抵制你特斯拉产品。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我们也知道德国可以说整个社会嘛，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支持德国呢要帮助乌克兰的，特别是那个战争开始之初的时候，可以说德国整个社会大环境特别的支持。只不过3年下来，德国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蚀，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贵了，然后呢自己的账单要付的更多了等等，所以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的时候，他们才反悟过来。即使这样，但是在德国社会当中，特别是左派的什么绿党啊，还有什么社民党、左派党等等，他们有很高比例的人还是希望德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特别是马斯克，他辅佐特朗普，所以让西方、让德国社会认为啊，现在特朗普以及马斯克是站在俄罗斯那边，这也让德国很多人不爽，特别反马斯克，特别反特朗普。马斯克这个人呢，现在真的是在西方，我观察到的啊，在德国名声特别的不好，加上他是资本家，世界首富，而德国呢是相对来说啊，目前因为他左派当道，整个大环境可以说吧是比较，就是敌视、仇视这种资本家的。像特朗普刚才说了，做了很多在德国看来政治不正确的事情，这真的是导致特斯拉在德国销量下降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是发生在德国的，在法国也发生类似的事件，比如说上周末发生在法国南部城市的图卢兹附近，接连几辆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被人焚烧。法国检方称，这种焚烧事件绝非偶然，也就是说肯定是有目的的、人为的。这种暴力事件随着特朗普或者随着马斯克配合特朗普执政，那这种暴力事件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西方他们选举制国家一个顽疾，可以说吧，因为特朗普相对来说是右派的人，对不对？然后呢，我相信啊，我推测，据我在德国的观察，像这种暴力事件一般是左派人士，不管是个人还是什么团体，有大概率肯定是左派他们干的。左派和右派在这种西方这种选举制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就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中呢，两派他们是敌对的状态一样，他们不能接受特朗普的政治，所以呢，他们会想办法通过其他的手段在他们的国家搞破坏，就是打乱特朗普的执政计划、执政方针。因为马斯克辅佐特朗普，所以呢，人家肯定要把这气呢发到你特斯拉身上，而这种暴力肯定会愈演愈烈，不会就此停止，这是100%板上钉钉的事。目前啊，没有人重伤，没有人死亡，但是出现这样的事件，这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肯定会发生。这是针对马斯克、针对特斯拉的啊。但是像西方这样针对其他外国的或是本国企业的这种事情啊，屡见不鲜。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是前年了吧，或者大前年，因为针对华为他们的制裁，对吧？然后呢，西方国家他们的媒体呢也是变本加厉，添油加醋，什么说华为的设备呢是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国家进行监控，他们的那个数据不安全，
被华为交给中国政府了等等，来破坏他们的民主。大概是3年前，对吧？英国我们知道，在约翰逊执政的时候，他们是坚决要拆除华为的，比如说这种5G 的信号塔。英国政府呢命令英国电信企业要拆除华为的5G 设备，所以那应该是3年前就出现这样的匪夷所思、非常愚蠢的行为，那就是呢有人焚烧华为的5G 那个信号塔。纵火的人说因为华为5G这种信号塔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好像就是此类的借口吧。另外，在德国，类似的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最多的是德国首都柏林，因为那里是德国左派大本营，也是德国吃福利人口比例呢最高的一个地方。那里好多人呢都是不工作，专门吃福利，就是我们德国福利社会呢把这些懒人烂人当大爷养起来，然后他们正经事不干，专门干破坏社会的事情。比如说在德国首都，其实过去好多年德国媒体时不时都在报道专门针对富人的暴力，不是人身攻击，而是针对富人的财产。而这个财产最容易被毁坏呢，那就是停在街上的一些豪车。所以过去在德国首都经常比如说夜间凌晨出现呢不明人士放火焚烧这种德国豪车，比如说什么奔驰、宝马、保时捷这种，砸他们的玻璃，反正呢让这些车主呢苦不堪言。但是因为德国社会所谓的数据保护，所以呢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那个摄像头，导致了这些案件根本就破不了，就这样导致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治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差。因为这些施暴者得不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呢他们变本加厉，得寸进尺。这就是发生在德国越来越严重这种仇富过去几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左派当道，所以呢导致了整个德国社会特别的左。然后呢左派我们知道他们是仇恨资本家的，特别是对这些富人他们特别仇视。我觉得现在整个西方社会正在进行一种西方式的文革，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们特别的仇富。整个社会这种氛围有点像中国建国之初从土改一直到文革这个阶段这种现象。比如说在德国就出现一种打土豪分财富这种趋势，它不是去明抢，而是呢通过比如说税收通过福利措施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那就是对停在街上那些豪车进行打砸烧。西方社会反正德国是这样他们的工会势力非常的强大，你工会越强大，相对来说他会带领工人争取他们所谓的权利，这种活动这就越来越多，就导致了企业主的经营会越来越困难。因为一个是法律它的门槛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它的税收也越来越高。因为像德国是一种福利社会嘛，这福利肯定是纳税人的税来支撑这福利，那你的福利越高，也就是说财政的支出就越来越高，那你德国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只能收越来越多的税所以导致了这个德国纳税人的税负呢越来越重，那企业主他的税负也越来越重。所以长久来看，这种制度是不可持续的，这福利制度也不可持续，还有这种选举制导致了你看整个西方左派右派这种撕裂，互相仇视。针对比如说特斯拉这个暴力事件，其实它的根源就是这个，就整个西方这个选举制导致整个社会撕裂之后呢，因为左派的势力很强大，所以它的蛋糕被动了之后，它狗粮都没有了之后，你说狗急能不跳墙吗？像 USAID 美国国际发展署，它欢迎了很多很多的 NGO， 而这些 NGO 大部分肯定是左派的，其中包括一些比如说 LGBTQ 这种组织，对吧？而特朗普一上台之后，他就颁布法律，只承认男女2个性别。马斯克也特别的支持。为什么支持因为马斯克自己他受到了牵连，他的一个儿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性了，他一直呢无法释怀，所以呢他在这方面也特别支持特朗普，然后这样就得罪了 LGBTQ 这些组织。所以现在发生在美国还有欧洲
比如说德国、法国，肯定还有其他国家没有报道而已。这种愈演愈烈的，专门针对马斯克、专门针对特斯拉这种暴力事件，今后啊，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多。反正我是谴责这种野蛮行为的，绝对不能用打砸抢这种暴力，因为这样的话只会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乱，没有法律可言。等特朗普下台之后，比如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它又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今天是左派打砸抢烧，下次呢可能是美国的右派打砸抢烧，可能会杀，是不是导致整个社会今后呢会越来越仇视化，甚至发生所谓的内战？其实现在很多情况就是跟内战差不多，只不过呢没有真正发生枪战而已。其实他们内心就是一种内战的状态，就是一种所谓西方式的文革，目前就这样。而这种打砸抢烧这种暴行啊，一旦得不到法律的惩罚，真的会变本加厉，导致会越来越严重。那到底今后像在美国、在欧洲这种情况会不会失控？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不是说完全失控，但是肯定会愈演愈烈。我觉得中国人作为吃瓜群众，拿张板凳嗑着瓜子吃瓜看戏，拭目以待。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